阿根廷人口超过4000万，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Mi papá es descendiente de España, mi mamá es descendiente de Italia. Mi madre de Italia, mi padre de España. Soy Coya. Mis abuelos vinieron desde Suiza. Soy descendiente de Francia. 激情、自由、坚守、勤劳。多样的生活，多变的气质，在这个年轻的国度绽放出勃勃生机。布宜诺斯艾利斯，7月9日大道旁的汤戈剧场。汤戈舞者们正在为10点的演出进行排练。女1号是莫拉戈多伊，她被阿根廷人称为汤戈舞王，也是这次表演的指导。Bueno, para mí el tango forma parte de mi vida, sino que yo siento que, a ver, al ser argentina y al bailar tango, toda mi vida es tanguera. 几十年的汤戈经验，让她在每一支舞中都收放自如。与汤戈更深的羁绊在于，莫拉也出生在博卡区。这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南角的区域，现在以色彩鲜艳的房屋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19世纪，500多万移民从这里的港口上岸，用船上的旧铁皮和剩下的油漆搭建起新家园。汤戈也和他们一起扎根在了这个新世界。烟火朦胧的舞场，男人怀抱中的漂亮女郎，深度拥抱，足尖交缠。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人们，将自己的痛苦、爱和梦想放逐于节奏中，碰撞出了最初的汤戈舞蹈。激烈的情感表达让汤戈迅速传播开来，不再属于小众群体，在世界各地演绎出不同风格。但在莫拉眼里，汤戈最大的魅力仍存在于大量的阿根廷式身体动作上。¿Qué tiene el tango que no tienen otros bailes? En primer lugar, es una danza que se baila abrazada. Es una danza que te posibilita el encuentro de otro, a conocer a otra persona desde el baile. Y el único lenguaje que hay es el movimiento. No se necesita idioma. ¿Qué tal? ¿Cómo te va? 在这个国家，人们总习惯把相互之间的距离拉到最近。他们用拥抱和亲吻来打招呼，同喝一杯马黛茶，分享感情。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以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热情。汤戈每一个缠绵的动作都倒映着阿根廷人的奔放，也成为人们之间情感的纽带。
不是每一个阿根廷人都会跳探戈，但他们身体里都住着探戈的灵魂。这样的律动让这片国土变得纷繁活泼。但有时，生命力也蕴藏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沉静之中。胡安·卡洛斯今年76岁，他和银器打交道已经70年了。在他的工作室里，光是锤子就超过了150把，这是6代人累积的成果。胡安的家族来自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家里的第一代银匠可以追溯到1750年。阿根廷在西班牙语中是“白银之都”的意思。这里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拉普拉塔河意为“白银之河”。事实上，这只是当时欧洲人一厢情愿的误会。这片土地上的银矿远没有想象的丰富，但这并不妨碍银器在阿根廷的盛行。从总统使用的权杖，到日常的相框，从田野中的马具，到精致的装饰品。阿根廷不仅延续了欧洲大陆对银器的喜爱，制作银器的工艺也得以传承。银质的玫瑰花，胡安最得意的作品之一。一枚花瓣的厚度严格控制在0.4毫米，只有充分平衡银的强度和纯度，才能将它呈现出最自然的走向。胡安认为，这种精湛的技艺源于对自然的敬畏。A mí no me interesa superar a la naturaleza, solamente trato de imitarla. 2003年，阿根廷姑娘马克西玛正是带着胡安制作的玫瑰花嫁到荷兰王室。这来自欧洲的工艺，在阿根廷经过精雕细琢，又兜兜转转回到了大洋彼岸。胡安的工作间就设在自己家中。工作室的伙计们也全都共事了40-50年。虽然家族已经离开西班牙多年，但欧洲的银器作坊模式一直都存在于这里。现在，4岁的重孙女展露出对银器的兴趣，这让胡安很欣慰。他的父亲曾经说过，一个银匠毕生技艺的一半，最好在10岁之前学成。他希望这样的教诲在家族中一直被传承下去。无论是风格自成一派的老银匠，还是正在创新的年轻人，对阿根廷人来说，父辈的语言是影响他们一生的教诲。这法则对8岁的本哈明也不例外。下午1点，本哈明放学回到家中，午饭后会迎来2场足球训练。但现在并不愿意休息，中午的时光要用来和弟弟一起分享足球的快乐。
Totti, con un chupetín, ¿eh? ¿Dónde está? 对足球的喜爱来自于父亲的感染。本哈明从爸爸那里得到的第一件礼物就是一个足球。阿根廷从不缺球迷，这个国家有4000多万人口，也有4000多万个球迷。在这里，足球就是生活本身，它既是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也是发自肺腑的呐喊与欢呼，是日常生活中的闲暇时光，更是一代传一代的热情与执着。这里也从不缺乏巨星，没有人比他们更能激发出全民热潮。从马拉多纳到巴蒂斯图塔，再到梅西，阿根廷跟着他们一起经历喜怒哀乐，一起共筑光荣与梦想。这片土地是怎样蓬勃出如此灿烂的足球文化？外界的人们总是充满好奇与猜想。答案就在阿根廷的少年身上。每周2、4、5的下午，本哈明都会连续在2个场地进行足球训练。今天下午，他的第一场训练是在博卡青年队的青少年梯队。和阿根廷所有的超级联赛俱乐部一样，博卡青年队会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人才，纳入自己的青训体系，用来培养球队的后备力量。2个小时后，本哈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训练场地——公园足球学校。这是一所专为3到15岁的儿童提供足球训练的机构。虽然已经在超级联赛的俱乐部青训中接受训练，但在这里，本哈明能够收获不一样的技能。因为更小的场地利于孩子们练就更加细腻的脚下功夫。Hay muchos jugadores que salen de ahí y cuando juegan en esos lugares adquieren habilidades también de dominio de la pelota porque al tener espacios más reducidos están acostumbrados a trabajar en espacios reducidos, que necesita tener una habilidad superior a que cuando están jugando en un campo más grande, que lo pueden hacer a través de la velocidad, eliminar a un rival. 和本哈明一样，12岁的阿古斯丁也是在足球学校被发掘的。2年前，他和河床队的青少年梯队签约，在那里进行系统的足球训练。即使没有本哈明家那样狂热的足球氛围，阿古斯丁依然成长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因为他的家乡纳瓦罗，一个距布宜诺斯艾利斯100多公里远、人口只有15000多人的小镇上，虽然没有一家大型超市和电影院，却拥有4家儿童足球学校。阿根廷人从来不愁没有场地踢球，从专业的训练基地到城市街头，再到偏远的高原山区，人们总能找到一片旷地，带着足球恣意奔跑。这天是儿童节，镇上的庆祝方式是举办足球比赛。阿古斯丁也特意赶回来参加。一共有10支队伍进行车轮赛，输2场被淘汰，留到最后的队伍获胜。这样的规则意味着更多的赛次和更长的时间，但每个孩子都能充分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比
比赛从下午3点开始，一场接着一场，几乎没有喘息时间。阿古斯丁一次又一次传球射门，从天光到日落，从雨天变天晴，直到晚上9点，3摄氏度的气温没有冷却孩子与家长的热情，也没有什么能阻止阿根廷人在绿茵上驰骋。在阿根廷，足球从来都不是孤注一掷的选择，它是潘帕斯草原上的风，助燃了人们骨髓中的血性与狂放，放飞了他们心口上的热爱和荣耀。日落后的市郊格外安静，沃尔特习惯在这个时候开始作曲。手上的乐器叫做班多纽琴。虽然是由德国人发明，却被称为阿根廷手风琴。它极富戏剧性且忧郁的音色，在无数快乐与悲伤的故事中百转千回，能淋漓尽致地诠释阿根廷人的多情与细腻。作为知名的音乐家，早在4岁时，沃尔特已经把这种乐曲作为自己情感的出口。Fue porque yo tenía un perrito que yo me crié con él y éramos muy compañeros y bueno, lamentablemente allá en mi pueblo se murió, lo mató un auto que pasaba por la calle y lo mató. Entonces yo tenía un sentimiento realmente sin consuelo, no tenía consuelo. Y yo siempre decía que sus orejitas eran de trapo. Y por eso le puse orejita de trapo. Trapo es un... 每当奏起班多纽琴，音符会为沃尔特圈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乐声变为甬道，连接起生活与表达生活的力量。恋人间的絮语，消散的甜梦，凝滞的岁月，名利的城市，这些日常的点点滴滴，都化为指尖的风，穿行在金属簧片之间，借着微微的震颤，诉说着浪漫的阿根廷人和他们充沛的情感。欢快精致，绝不是阿根廷生活的全部，更多坚韧的力量扎根于土地上。西北部，荒凉。 干涸，这里是阿根廷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罗萨里奥就住在阿布拉潘帕，一个曾经的矿业小镇。90年代，关闭的矿场让人们不得不外出寻找机会，留下的是越来越贫弱的家乡。当时镇上只剩下4000多人。罗萨里奥决定寻求改变。 No había ayuda de ninguna manera, digamos, sí o sí había que arreglársela como podamos.
和10多名女性一起，罗萨里奥成立了瓦勒米组织。这在克丘亚语中的意思是锲而不舍的女人。几千年前被印加帝国驯养的羊驼帮助他们起步。羊驼养殖和手工艺品的技术培训，建工厂创造就业机会，办社区大学推动教育。他们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让人们不用背井离乡，也能有尊严地活下去。23年的坚持不懈，组织成员壮大到3000多人，大约6000多个家庭能自食其力。小镇人口也增长到了16000人。但对罗萨里奥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今天，罗萨里奥和同事正在调查学习，他们打算把位于省会城市的工厂搬到更偏远的乡间去，让更多的当地人拥有改变命运的机遇。在罗萨里奥心中，勤劳是这片土地上的唯一真理。他坚持用自己的双手为家乡创造更好的未来。Si alguna vez me dijera que vuelva atrás, no volvería nunca. Digamos, yo decido, las mujeres normalmente en la Puna deciden algo y van para adelante. 艰苦的生活让顽强扎根，磨练出异常倔强的生命。在这里，抬头就能看见的太阳，引领着勤劳的人们，永远不丢失希望。这是一片富饶之地，潘帕斯草原，牛群在奔跑，赤色的土壤中，马带在生长。人们忙碌于蔚蓝的牧场，未来传承在苍茫高原之上。这里是阿根廷，自然眷顾的地方。